大家好，欢迎收看行动不离。去年东京奥运会上，有一个总共200万人口的国家，仅11名运动员参赛就获得了2枚金牌，说这是奇迹一点都不为过。这个小国家就是科索沃。其实提到科索沃，听到最多的还是新闻里曾提到的科索沃战争，至于其他更细致的情况，恐怕就很少了解了。尤其将其作为旅游目的地的话，甚至可以说是欧洲最后一个真正无人问津的目的地之一。小小的科索沃被夹在巴尔干半岛腹地2连山脉之间，面积仅比西安大一点儿。从全球视角来看，科索沃要么是欧洲最年轻的国家，要么根本就不是一个国家。为什么这么说呢？自2008年科索沃单方面宣布从塞尔维亚独立以来，在联合国193个国家中，只有114个国家承认科索沃主权。中国政府认为科索沃享有高度自治，是塞尔维亚共和国领土的一部分。中国并不承认科索沃为独立国家，但中国在科索沃首府普里什蒂纳设有中国驻塞尔维亚大使馆驻普里什蒂纳办公室。科索沃的首都普里什蒂纳也被人们称为欧洲最丑的首都。如果没有亲眼见过，这样的描述你可能就信了。科索沃脆弱的立足点和悲惨的现代历史很可能使其成为一个不太可能的旅游目的地。不过总有一些怀着好奇心前往科索沃旅游的游客，把当地的实景和社会状况真实地呈现了出来。在走进科索沃之前，咱们先来简单了解一下创造奥运奇迹的科索沃的历史吧。科索沃的独立，简单来说是阿尔巴尼亚和塞尔维亚两大民族历史矛盾的沉淀和外部大国势力插手的结果。科索沃位于有欧洲火药桶之称的巴尔干半岛腹地，面积仅有1万平方公里，东面和北面是塞尔维亚，南临马其顿，西南是阿尔巴尼亚，西北是黑山。在科索沃的总体人口中，90%是阿尔巴尼亚族，塞族、克罗地亚族、土耳其族和黑山族等占到10%。独立之前，科索沃是塞尔维亚的一个自治省。表面上看，从科索沃问题到科索沃危机，再到科索沃战争，最后到科索沃独立，几乎就是阿族与塞族之间恩怨与矛盾不断升级的结果。阿族和塞族对科索沃都有一种难以割舍的情结，阿族将它视为自己的摇篮，而塞族则认定它是自己的圣地。阿尔巴尼亚人的祖先是巴尔干半岛上的土著伊利里亚人，远古时期就生活在科索沃，后来归顺古罗马帝国并信奉基督教。塞尔维亚人则是公元6世纪末7世纪初，由从中东欧南下到巴尔干的斯拉夫人与当地人融合而成的一个南部斯拉夫民族。在拜占庭帝国时期信奉了东正教。1217到1459年间，塞尔维亚人建立了自己的王国。在其鼎盛时期，巴尔干半岛的2/3都属于他们的疆域。国王斯蒂芬杜尚当时就自称是塞尔维亚人、希腊人、保加利亚人和阿尔巴尼亚人的皇帝。14世纪奥斯曼帝国入侵巴尔干半岛之后，塞尔维亚人和阿尔巴尼亚人都在科索沃同入侵者进行了英勇的战斗。但征服了巴尔干之后，奥斯曼帝国利用赋税作为筹码，迫使科索沃的居民改变宗教信仰。阿尔巴尼亚人为了不交赋税和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而改信了伊斯兰教，成了穆斯林。不肯改变宗教信仰而又难以承受税收重负的塞尔维亚人则被迫离开科索沃，前往基督教占统治地位的地区。在2次巴尔干战争和第1次世界大战之后，塞尔维亚人才在同宗同教的俄国人支持下重新控制了科索沃。在1919年成立的南斯拉夫王国中，占主导地位的塞尔维亚人对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人采取了种族清洗报复政策，75万余阿尔巴尼亚人被迫流离失所，被驱逐到土耳其。同时，塞尔维亚开始组织塞尔维亚人大批移民至科索沃，并且不断宣传阿尔巴尼亚人不是科索沃的土著居民，而是外来者。这一系列举动引发了阿尔巴尼亚人的强烈反感。正因如此，第2次世界大战期间，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人不是与南斯拉夫人一起抵抗德意法西斯斗争，而是试图在德意的支持下建立一个大阿尔巴尼亚。虽然阿尔巴尼亚人和塞尔维亚人都认定科索沃是自己的家园，但是前者在地方层面控制着科索沃，而后者则从国家层面上控制着科索沃。于是阿族的地位、科索沃的地位问题就成了科索沃独立进程的起点。1943年，南斯拉夫将境内的民族划分为主体和少数民族，塞族人数少，但被划为主体。
阿族人数占绝大多数，但却被划为少数民族。阿族对这个决定十分不满。在1945年11月成立的南联邦中，以阿族为主的科索沃只是一个3级单位区，一直到1963年才升格为塞尔维亚属下的一个自治省。虽然科索沃升级为自治省，但经济发展十分缓慢。同时，拥有绝大多数人口的阿族进入联邦国家机关的只有9人，而塞族则多达82人。面对经济和政治上极度不平等的待遇，1968年南共联盟科索沃的地方领导人提出，世界上只有一个阿尔巴尼亚族，他应当在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内，科索沃的阿族是他的一部分。进入80年代，科索沃问题开始演变成了科索沃危机。1981年，普里什蒂纳的大学生举行示威游行，示威者高呼要科索沃共和国，不要自治省，我们是阿尔巴尼亚人，而不是南斯拉夫人。接下来，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推动下，南联邦一分为5，塞尔维亚和黑山1992年组成了南联盟，但科索沃的地位没有变，仍然是塞尔维亚的一个自治省。科索沃境内的阿族对此极为不满，阿族分离活动的力度也大大的加强了。随后，科索沃通过全民公决成立科索沃共和国，选举总统，建立新议会，形成了与塞尔维亚相并行的政权。到了1998年，南联盟塞尔维亚武装警察与科索沃解放军发生了一系列武装冲突。1999年1月15日，塞尔维亚武装警察与科索沃解放军在拉查克村发生激战，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拉查克事件发生后，欧安组织驻科索沃观察团团长威廉·沃克尔声称，塞尔维亚武装警察部队在拉查克村屠杀了45名无辜的阿族平民。塞尔维亚则谴责沃克尔散布谎言，偏袒阿族分离主义者，最后将沃克尔驱逐出境。拉查克事件和沃克尔被驱逐之后，在科索沃问题上冲突的主角则变成了南联盟与北约。随后，南联盟和科索沃阿族代表之间的2次和谈均以流产告终。主持和谈的英法2国外长发表声明，称南联盟要承担一切责任。南联盟不仅不接受协议，而且加紧对科索沃解放军发起猛烈进攻。1999年3月24日晚8时起，北约开始对南联盟发动长达70多天的大规模空袭。在空袭的巨大压力和俄罗斯的斡旋下，1999年6月9日，塞尔维亚和北约的代表签署了协议，南联盟军队撤离科索沃，北约停止对南联盟空袭。接下来，科索沃在联合国托管下实行高度自治，在2002年和2004年先后举行了2次总统选举。但是塞族和阿族之间的矛盾仍没有解决，前者坚持拥有科索沃的主权，而后者则谋求科索沃完全独立。塞尔维亚与黑山在2006年5月和平分家之后，科索沃独立的呼声也日益高涨起来。从2007年11月起，科索沃阿族领导人透过各种渠道表示要宣布独立，但具体的独立日一改再改，出现过许多种版本，独立的日子也一推再推。经过一个时期的准备，科索沃终于在2007年2月17日宣布独立。奥地利格拉斯大学教授卡瑟尔认为，强令科索沃留在塞尔维亚的版图是不太可能的，因为这违背了大多数科索沃人的意愿。独立后如能很快地成为欧盟议员，并且保持内部环境的稳定性，科索沃的发展前景还是很乐观的。说到这儿，表面上看科索沃独立是阿族与塞族的对抗，也有说是阿族分离主义者的胜利，但实际上背后则是美国和欧盟与俄罗斯的对抗。美国和欧盟支持科索沃独立，目的之一是为了彻底征服塞尔维亚。塞尔维亚之所以敢与科索沃动武，背后则是俄罗斯的全力支持。在大国中，俄罗斯是唯一公开支持塞尔维亚并反对科索沃独立的国家。如果科索沃独立了，塞尔维亚屈服了，那么原来曾属于苏联势力范围的东欧则彻底归顺西欧了。正因如此，在科索沃宣布独立之后，美国和欧洲盟国很快就宣布承认科索沃独立，但俄罗斯、塞尔维亚等国则坚决反对科索沃独立。俄罗斯以其大国的话语权，可以轻松阻止科索沃进入联合国。塞尔维亚威胁要对科索沃进行经济封锁，但也保证不再使用武力。科索沃独立后，人们普遍担心科索沃会激活巴尔干半岛上的大阿尔巴尼亚梦想。如果真出现一个拥有近600万人口的大阿尔巴尼亚，巴尔干半岛现在的政治格局将会被打乱。其实这种情况也不大可能出现吧，因为阿尔巴尼亚几乎是欧洲最穷的国家。
科索沃比阿尔巴尼亚还要穷。巴尔干半岛上的其他国家出于自身的安全和稳定的考虑，也不大可能同意出现一个大阿尔巴尼亚。同时，孤立巴尔干半岛碎片化的国际社会也不会眼睁睁地看着阿尔巴尼亚做大。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支持科索沃独立的另一个目的，则是为了挤压俄罗斯。苏联以及俄罗斯是什么样的国家，从历史上大家也都非常清楚。他凡事首先考虑的是自己的利益和得失，但没有成本或成本很小的前提下，可以做些强硬的姿态，但不会因支持已开始倾向西方的塞尔维亚而同西方动粗。支持塞尔维亚反对科索沃独立，不过是他与西方讨价还价的筹码，随时都可能已丢掉。2010年7月22日，国际法院指出，科索沃宣布脱离塞尔维亚独立并不违反国际法。综上所述，这就是科索沃独立的历史过程。作为欧洲最新的国家，科索沃的人口平均年龄是全欧洲最低的，超过一半人口年龄不到30岁。也正是这些年轻人的激情在推动这里不断前进。独立后的科索沃以热情的微笑、迷人的山地城镇吸引来许多世界各地的游客。横跨多国的巴尔干山地徒步线路展现出科索沃层峦叠嶂的景致。那科索沃到底有哪些地方值得一游呢？先来看看科索沃的首都吧。欧洲最年轻的首都普里什蒂纳是一个日益折中、快速变化的城市。通常总有人会说这是一个无趣且丑陋的地方，也会被人称为欧洲最丑的首都。但当你走在城市的街道上，你会发现当地人充满乐观并具有潜力。普里什蒂纳的旅游景点不是很典型，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外向、古怪、相对干净的城市。街边到处都是咖啡馆，可以说完全是一座充满咖啡香气的城市。不过行走在普里什蒂纳的大街上，会有一种混乱不堪的感觉。一边是有着几百年历史的清真寺，一边还高耸着新建的国内外英雄雕像。孤独星球曾形容这个城市不会是你遇到的最能产生美学愉悦感的城市。波士顿环球报也评论说，这个巴尔干城市可能是全欧洲最丑陋也最为有趣的城市。但是要想到普里什蒂纳血腥的政治动荡毕竟刚刚翻篇，单说上个世纪，巴尔干地区的战争就使科索沃数次沦陷，先后被奥斯曼帝国、塞尔维亚王国、南斯拉夫甚至意大利统治，最后又再受制于塞尔维亚。所以普里什蒂纳大街上所表现出来的混乱不堪也就不足为奇了。如今虽然一些自称欧洲最古老的清真寺仍矗立在普里什蒂纳街边，但许多曾经风光无限的奥斯曼建筑都已经被南斯拉夫时代的共产主义建筑所取代了。在普里什蒂纳最丑陋的建筑就是这座科索沃国家图书馆了。图书馆由一堆水泥块组成，虚拟旅行者甚至将之列为世界上最丑陋的建筑之一。科索沃国家图书馆于1982年开放，是普里什蒂纳最引人注目的建筑。该建筑由99个穹顶组成，还有许多大型的窗户，外墙上栅栏般的金属设计让整个建筑像极了一座监狱。据说图书馆里所有的藏书都被锁在了地下室，这是一个进去参观但看不到任何书的图书馆。在科索沃国家图书馆背后是一座没有完工的塞族东正教堂。科索沃 90% 以上为信奉伊斯兰教的阿尔巴尼亚人，这座教堂是塞尔维亚人跟阿尔巴尼亚人冲突的结果之一。科索沃境内宗教问题极为敏感，这所教堂就陷入一个拆也不是建也不是的状态。在国家图书馆不远的几个街区之外，就是圣特蕾莎修女大教堂，这是一座纪念特蕾莎修女的天主教教堂。不过在科索沃只有大约 3% 的人是天主教徒。特蕾莎修女是阿尔巴尼亚裔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是为穷人工作的慈善家。即便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族比例越来越高，即便这里穆斯林占绝大多数，但是特蕾莎修女依然是科索沃和阿族的骄傲。漫步在普里什蒂纳的街道上，根本看不出来欧洲最穷的国家科索沃糟糕的经济状况。科索沃的和平和独立也许并不能为当地带来繁荣。科索沃人民的主要经济来源是他们在西欧工作的亲戚。据科索沃中央银行称，2015年一年在外工作的科索沃人往家乡汇款的金额就达到了 7.52 亿欧元。要是没有这些外部资金的注入，科索沃的经济可能就会崩盘。人们根本不敢想象这个国家的境况已经如此糟糕。尤其是城市最繁华的特蕾莎修女大道上，眼前所见尽是咖啡馆以及各种喷绘了英美国旗的青铜雕像。
这条大街整天都很热闹喧哗，有推着婴儿车的家长，有吃着冰淇淋的游客，还有辗转在各个咖啡店之间的学生。普里什蒂纳最令人迷人的就是其咖啡馆文化。据当地美食协会统计，这个只有20万人口的城市开设了100多家咖啡馆。普里什蒂纳的咖啡就和这个城市本身一样，糅杂了巴尔干地区、欧洲和中东的影响。当地马奇朵浓缩咖啡的香甜能和意大利的一决高下，还有的咖啡则有着土耳其式的甜咸味。除了咖啡，这些咖啡馆的独特之处在于他们对于这个内陆城市居民的重要性。有的地方经济前景惨淡，咖啡馆自然就成了创业的良机，因为几乎所有人都喝咖啡。同时，咖啡馆还给政府工作人员、失业人员以及年轻的知识分子提供了聚会的场所。毕竟科索沃的独立革命就是在咖啡馆开始策划闹起来的。在特蕾莎修女大道走上5分钟就是科索沃新生纪念碑，这是为了纪念科索沃脱离塞尔维亚独立建国11周年而建的。每年到了科索沃独立日，人们就会将纪念碑重新装饰一番，有时巨大的字母上绘满彩色涂鸦，有时字母上尽是国民的签名。纪念碑无论是用带刺的铁丝网象征脱离过去获得自由，还是装饰以认同科索沃主权的国旗，从每年的不同装饰能够看出科索沃人在不断追求身份认同，这同时也象征了国家的成长。新生纪念碑的街对面坐落着极具悲剧色彩的女英雄纪念碑，该纪念碑于2015年建成，纪念的是1998年到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期间惨遭塞尔维亚士兵伤害、经历悲惨遭遇的2万名科索沃妇女。如果仔细观察，你会发现在普里什蒂纳街头有很多美国元素，比如以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莱特命名的街道，还有克林顿雕像。如今许多科索沃人对美国的政治家如克林顿家族、布什家族等仍然满怀感激，因为科索沃人认为是这些美国人帮助科索沃独立建国的。除了一些标志性的雕塑，普里什蒂纳街上还有很多流行文化，比如在街边的书店里可以看到阿尔巴尼亚语版的莫言小说，以及几乎所有欧洲国家都能看到的日本漫画等等。尽管普里什蒂纳无法与巴黎和罗马相比，但只要铭记它的过去，在观察这个城市的当下就足以让人沉迷了。普里什蒂纳有着最坚韧的民众和最年轻的资本，他们都在书写着这座城市的新篇章。毋庸置疑，这个城市应该称得上是美丽动人的。离开首都普里什蒂纳，普里兹伦可以说是科索沃甚至巴尔干地区最美丽最有趣的城市。普里兹伦是科索沃第2大城市，也被称为科索沃的文化之都。这里拥有迷人的清真寺和教堂的老城区，整座城市充满热情，富有感染力。游客可以享受其丰富的历史、传统手工艺品以及科索沃最好的美食。在这里也不要错过攀登城堡，欣赏普里兹伦令人印象深刻的景色。每年8月，普里兹伦都会举办纪录片电影节。接下来还有一个不可错过的城市，那就是科索沃北部的米特罗维察。自1999年科索沃战争结束后，米特罗维察曾长期处于分裂状态，被称为分离之桥的伊巴尔大桥成了塞阿两族控制区的分界线，南部为阿族区，北部为塞族区。米罗特维察有一个非常暴力和血腥的历史，伊巴尔大桥仍然是一个闪光的证据，表明科索沃仍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伊巴尔大桥禁止汽车通行，天气好的时候，老人们会前往大桥散步。为了让大桥成为人们交流接触的场所，欧盟投入了许多资金对这里进行了改造。仔细观察你会发现，南区阿族的老人们在即将走到米特罗维察塞族区前就会返回，那里有一座水泥墙的遗迹，这座墙是北部塞族区市政厅下令修建的，现在已经是一片瓦砾堆。上面原本横穿米特罗维察北部的主街也改造成了步行区，南边步行区的街道两旁挂满了科索沃旗和代表阿尔巴尼亚族的双头鹰旗帜。经过分离之桥，从南走到北，街道的面貌完全变了样子。在北边步行区上飘扬的是塞尔维亚旗帜以及一些塞方立场的壁画，甚至还可能看到一些宣传标语，比如科索沃是塞尔维亚的，克里米亚是俄罗斯的。阿尔巴尼亚族一侧有阿族的标志性人物特蕾莎修女雕像，塞尔维亚族一侧对应的是塞尔维亚14世纪的统治者拉扎尔的雕像。曾经欧盟提供120万欧元资金要重建伊巴尔大桥，
终于在2017年2月17日科索沃独立纪念日，伊巴尔大桥正式对外开放给游客和塞阿两族人民使用。伊巴尔大桥重新开通，象征着自由、和平以及塞阿两族共荣的意义。这就是科索沃的米特罗维察，一座分裂又和平的城市。如果你喜欢乡村自然的地方，也可以去佩贾转一转。小城里到处都是商业气息厚重的店铺，当地人特别喜欢新游客的到访。佩贾也是一个有趣的地方，拥有大量美丽的建筑和文化，以及周围纯天然的自然环境。如果你喜欢享受大自然时光，佩贾、鲁戈瓦绝对不要错过。湖泊、山脉、小径、峡谷以及小山村，这里居住的居民都是阿尔巴尼亚人。在这里可以找到阿尔巴尼亚家庭农庄，亲手尝试制作并享受当地独特的美食以及最纯粹的田园风光。沙尔山脉位于普里兹伦以东的马其顿边境，徒步旅行毫无疑问是科索沃最好的活动之一。贾科维察位于佩贾和普里兹伦之间，在科索沃战争期间，这座城市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但它已经重建并再次成为文化和教育中心。科索沃是巴尔干地区唯一把欧元当作主要货币的国家。科索沃的人民收入很低，一般人每月只有200-300欧元，好的也就只有500左右。工作不太容易找，很多年轻人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就在街上闲逛喝咖啡。但就在这样的状况下，也没有人去偷去抢，社会治安还是不错的。另外，科索沃物价很低，基本生活还能保障，人们的欲望也不高，毕竟过去那么多年都在经历战争，如今就希望有个稳定的社会环境，安定的过好日子。科索沃人民热情好客，友好而且非常健谈，大多数年轻一代的英语说得不错。每当你与当地人交谈时，都会有一种乐观的感觉。从科索沃简单的国旗上可以看出，勾勒出科索沃在地图上的轮廓，配以跟欧盟旗帜一样的蓝底色，象征欧盟是科索沃的未来。最后提醒一下，如果想要去科索沃旅行的话，持有申根签进入科索沃可以免签15天，从塞尔维亚双向进入科索沃是最佳的选择。中国不承认科索沃为独立国家，不能在中国办理科索沃签证。怎么样，这样一个富有争议的欧洲最年轻的国家，你想去探索一下吗？来一次旅行长一点姿势，有什么问题请留言或转发点个赞。最后别忘了下期内容更精彩，我们形影不离。